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大钟也被龙卷实力碾压，无奈下只能呼唤大蛇来救场，但谁料大蛇一瞥却被奇遇撞上了，没有意外，大蛇被一拳打爆，落下深渊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原子武士也撞上了龙级干部黑金，又一场 S 级和龙级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。那么究竟结果会如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冲我挥刀，也就是在向我挑衅嘛。哼，硬派接人情派英雄原子武士在此，在此你个鬼啊！原来你就是大钟也说过的原子武士吗？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，算了，我等的就是你，让我好好玩玩吧。是吗？不过我可不是来找你的，你这是看不起我吗？话音一落，粗壮的手臂从他体内冒出，看上去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。你是在小看我吗？是啊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可以轻松战胜你。袭来的拳头被瞬间斩断，这种场面我见多了。像你这样变形巨大化的混蛋，我砍死过很多个，早就习惯了。可他话音刚落，身后就传来了异响，只见刚被斩断的手臂竟然又开始了生长，原来是分裂型嘛！真是的，遇到了最麻烦的类型啊！麻烦？你是笨蛋吗？还觉得自己能赢吗？我可是无数个我的集合体，无论你怎么挥砍，怎么殴打，怎么碾压，都只会增加我的数量。原子武士可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总之砍就完事儿了。笨的是你，我会用无数的斩击摧毁无数的你，最终获胜。出刀的姿势还保持着，黑金就又开始生长了。那就试试看吧，你会哭的哦。来吧来吧，原子战！一瞬间，黑金被斩成了无数块碎片，但一眨眼，每个碎块上都长出了脸，更多的黑金将它围住。原子战似乎无论怎么砍都会导致数量越来越多。结束了，你完蛋了。场面上已经从单挑变成了群殴，原子武士越发力，情况就越糟糕。这个怪人分裂后力量居然还这么强，是我误判了他的实力。这个数量糟糕，来不及出手，无数的拳头落在他身上，一口血喷出，不再犹豫，他一刀将脚下的地板切开，落了下去。无数的黑金也鱼贯而入。有溜吗？不错嘛，这种丢人的举动。正在自由落体的黑金发现下方似乎有亮光，被击中的黑金瞬间化为虚无。什么？我竟然直接消失了？好，下一个。原在以前，原子武士也碰上过用刀对付不了的外星人。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思考，很单纯的想法，只要进一步增加斩击的数量和速度，不就行了吗？虽然范围比平时要小很多，但刀刃所过之处的密度变大了。又是一阵耀眼的光芒，黑金也意识到了不妙，这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怪人的招式，化为尘埃吧。这家伙真的假的？原子集中斩！斩出这一击后，他终于落到了地面上，大口喘着气儿。真是个危险的怪人啊！好疼，用不惯的招式还是不能随便乱用啊。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对了，那个孩子必须去追。借着两边的墙壁，他又重新回到了上层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早已有人在等着他了。我的本体可是一直都藏起来了哦。糟了，来不及了。原子武士被狠狠地抡飞了出去，在那一瞬间，他一反手站在了黑金身上。嗨，都说了没用的，认命吧。对于你来说，我和你的相信是最差的。大钟爷也稍微动了点脑子嘛。原子武士大口吐着血，这个怪人对他来说就像是棉花一样，有力也使不出。哼，那就埋了你！黑金还没反应过来，头顶的天花板应声而落。居然敢做出砍坏天花板这种小看我的举动，大叔，可别把我看扁了呀！摇得这么厉害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战况令人在意啊。哦，那么在意其他英雄是怎么死的吗？什么？他是什么时候？或许他们就是这样死的吧。僵尸男来不及反应就被瞬间淹没，没有反抗之机，当场毙命。这又是一位怪人协会的干部，流浪地灾害等级龙级。
这就是被称为英雄之人的死亡吗？未免也太温和了些。S 级英雄现在应该有17个吧，我一个人就能全部歼灭。等等，烟尘消散之际，僵尸男抡着斧头冲了过来。流浪地面色平静，抬起了手。这一击直接轰掉了僵尸男的双手和脑袋。看着隐约还有复原迹象，流浪地也不大意，抬手又是一指。僵尸男借着那一瞬间的功夫，还是打出了一枪，但也被他周身的光球给挡住了。僵尸男被狠狠地砸在墙上，身上的恐怖缺口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。那么近的距离，居然都防住了吗？看起来很疼啊！新的手眨眼间复原，下一刻他竟然冲着自己的胸口摁了进去，从胸口处拔出了一把枪。这本是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的，可他刚摆好姿势，眼前就已经悬起了数颗光球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枪响的一刻，流浪地也控制着光球飞了过去。这样的威力和枪械比起来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了。哦，不愧是顶级英雄之一呀，居然死了都不会倒下，想必曾经很强吧。话音刚落，烟尘里的人影缓缓愈合。喂，你那违反规则的攻击到底是什么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虽然还能再生，但眼前的怪人实在是太强了。对于他这种除了再生外就没有其他技能的来说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真是惊人啊！这都没死吗？怪不得叫你僵尸男呢。原来所谓的不死身并不是单纯的比喻啊！你想知道吗？这个光能量的秘密。还没等僵尸男回话，他就自顾自地说道：好吧，我就告诉你吧。直到1个月前，我还过着露宿公园的生活呢。在公司新人的欢迎会上，上司让我跳裸舞，结果第2天就因为性骚扰被解雇了。我丢了工作，又被房东赶出来了，脱离了人类社会，最后成为了一个世俗之外的人。当我抬头仰望天空时，对上司的怨恨，这种世俗之事突然就变得无所谓了。大地这么庞大，天空这么明亮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人类只不过是地球母亲所包裹的渺小生物罢了。我醒悟了，但随后我就意识到，我居然会被这些愚蠢的家伙这般对待。这一现实令我无法忍受。为了身心从人类这愚蠢的世界脱离，回归自然，实现和地球母亲的真正共存，除了死亡，别无他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正确的，人类是愚蠢的，但你没必要死。我来赋予你力量吧，你应该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份力量。所以这就是神赐予我的神通，而我被选中的理由自然是因为我知道答案。愚蠢的人类对于这个星球来说就是有害物质，所以现在我必须将这个存在彻底毁掉。糟了，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，他的故事好像就要结束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胡扯几句，拖延时间吧。你为什么能够确信那家伙就是神？莫非他有身份证吗？果然是聊天鬼才，流浪地脸色也难看了起来。闲话家常到此为止，以你的死亡为你过分的傲慢赎罪吧，然后归于这颗星球。喂，地基还好吧？不会把我家的毁了吧？根据原子武士的联系，还有其他被囚禁的孩子，如果耗费时间比预想中要久的话，那么今晚约好的杂志访谈就要终止了。电影的拍摄也要中断。喂，快杀了我吧！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用来培养从大蛇陛下身上提取怪人细胞的装置。怪人细胞可以让人类变成怪人。哦，这就是传闻中的怪人细胞啊！想要停止生产，就必须将那个什么大蛇消灭才行啊！打倒大蛇陛下，你这种货色，连干部都打不过的。对我来说，轻而易举。我可是能够优雅战胜任何对手的万能选手，我无所畏惧。既然让他找到了这个装置，他就必须毁掉它。这对于怪人一方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。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嘿，找到了。那个声音是干部大人出动了，你完蛋了。来人化作一道残影冲了过来，好快，假面顺手将杂鱼的脑袋扔了过去。
这种奇怪的感觉。杂鱼被一脚踹到了天花板上，成了一滩肉泥。漂亮的动作，只不过肉搏战的话，我也很有自信。可当他跑到近前的时候，瞬间愣住了。糟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明知道这里是怪人协会才来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害怕？我无法战胜他，就算是我这个眉清目秀、聪明勇敢、一当千的完美英雄，都赢不了他。你就是那个偶像歌手甜心假面吧？你是我最讨厌的英雄。女人见到你的那种尖叫和见到我的尖叫完全是两种意义。我要宰了你，我要让你记住，外貌和战斗力是不可兼得的。该死的帅气混蛋！怪人干部、丑陋大总统、灾害等级龙级，好强的实力！而且毫无疑问的，这家伙是丑怪类。丑怪偶尔会出现的一种丑陋怪人，指那些因外表产生的各种社会纠纷，导致憎恨的情绪堆积，内心被黑暗所吞噬而成为的怪人。这类怪人在怪人化时，力量会受到内心丑陋的影响。其实假面也不是因为实力问题而感到不妙，而是因为根本无法战胜他。因为我在看到极度丑陋的家伙时，身体就会颤抖，无法动弹。另一边，诸神正大口吞着怪人，因为吃了太多怪人，体型也变得巨大。杂鱼怪人本想着一同围攻他的，到头来却只能被他一只一只吃掉。可就在诸神吞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张恐怖的巨口也正向他笼罩而来。一只更庞大的怪人一口将他吞了下去。这个浑身上下就只长着一张大嘴的怪人，同样也是怪人干部，牙龈灾害等级龙级。被吞进肚里的诸神也没有坐以待毙，开始了疯狂的挣扎。牙龈很快就受不了了，将他吐了出来。此刻的诸神一改往日的懒散模样，因为这次的对手必须全力以赴了。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正式展开。真讨厌，我不想挨刀子啊！没想到那三个有武器的人类这么强，那就把那个放出来吧。去哪儿了？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应该逃不远的。跟着桃子的怪人居和铁三人来到了一个散发着危险气息的房间。被打开的舱门内，那只落荒而逃的怪人正抱着什么东西。那是水槽，还有鱼。哈哈，他可是连大肿眼大人都感到棘手，即便是在我们怪人协会内部也难以琢磨的家伙。不过他仍然凭借着强大的力量成为了干部。干部，你是水槽里的东西吗？把他放出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嘿嘿，大显身手吧！水槽被他摔破，本以为处境能逆转，但下一刻水槽里的鱼不分敌我，直接向他发起了攻击。但这几只食人鱼仅仅是虎级的实力，并不是真正的干部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那个怪人就已经被食人鱼分食掉了。整团液体都在动，不要靠近他，否则会像刚刚那个家伙一样。话音一落，几只食人鱼冲着聚合点飞了过来。果然，这些鱼并不能构成什么威胁，而真正可怕的……这下麻烦了，师傅还没有教过那招斩水的方法。邪恶天然水，灾害等级农级。性感囚犯一边还在追着喵喵呢，但在岩壁里，他的速度是不可能追上喵喵的。这是哪里？已经潜到很深的地方了。房间里一道身影正挂在墙上，正是被囚禁起来的饿狼。啊！发现了一个被锁起来的人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哦，你已经醒了吗？我是 S 级英雄性感囚犯，为了来见你而成功越狱。等等，这张脸好像在哪张通缉令上看到过。正想到这儿，醒来的饿狼猛地一发力，站不起来了。在他攻击的一瞬间，我已经展开了钢毛盔甲，却还是受了这么重的伤。饿狼仰天长啸，这股恐怖的气势令性感囚犯一愣。我好像唤醒了一个危险的男人。那么到这里，怪险篇6就结束了。龙级干部们纷纷露出水面，饿狼也再次现身，英雄一变，究竟能否与之抗衡呢？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